第5课，不同文体的释经方法。历史书，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。这句话是否让你感到力量与盼望呢？当我们回到它的上下文，看到以色列人如何面对红海与埃及军队，这句话就不再是单纯的宣告，而是一个充满属灵启示的历史时刻。历史书的释经不仅是理解过去的事件，而是挖掘出这些事件中神的作为与教训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解读历史书，让古老的故事为我们今日的信仰生活发光发热。1. 如何解读历史书？圣经中的历史书如列王记、历代志、使徒行传记载了真实的事件，但它们不仅是单纯的历史记录，它们是神借着历史彰显他旨意的见证。历史书与一般的历史文献不同，它们的重点不在于详细记录每个事件，而是聚焦于那些彰显神作为和人回应的关键时刻。例如列王记的核心不是政治史，而是通过以色列和犹大王国的兴衰，表达神的审判与恩典。因此历史书的释经技巧需要掌握上下文，了解事件发生的背景和地点，观察神的作为，注意事件中神的角色与目的，发现属灵教训，从人物的选择与结局中找到对我们信仰生活的启发。2. 历史书的目的。历史书的核心目的是透过记录事件，展示神的主权与计划。例如出埃及记14章14节记载，以色列人在红海边，面前是无路可走的深海，背后是埃及追兵。在这个紧张至极的时刻，摩西宣告，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。随后神分开红海，让以色列人行走干地。这一事件不仅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历史行动，更是神救赎能力的具体展现。另一个例子，列王纪上11章记录所罗门的堕落。所罗门王虽然智慧过人，但因多立外邦妃嫔而远离耶和华，最终导致国家分裂。这一段历史强调了神的圣洁与公义，提醒信徒要警惕偏离神的后果。3. 理解历史事件背后的属灵教训。我们可以透过事件看到神的性情。例如创世纪6到9章挪亚方舟的故事，洪水的审判既显明神的公义，也突出了他对义人挪亚的保护。这教导我们，神是既公义又满有恩典的神。也可以看到人物故事的属灵提醒。例如使徒行传16章，保罗和西拉在监牢中，当保罗和西拉因传福音被关进监牢，他们仍然祷告赞美神，最终地震打开牢门，狱卒一家得救。这段历史告诉我们，即使在困难中，信靠神也能成为祝福他人的机会。那么要如何找到历史事件背后的属灵教训呢？1. 查看神的介入，问自己，这段历史中神做了什么呢？2. 分析人的回应，这些人物的选择是否符合神的心意呢？3. 思考对我们的影响，从这段历史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信仰功课呢？4. 经文演练，
接下来以一个经文故事来演练前面所提的释经方法。故事的背景是红海边的绝境，以色列人终于离开了埃及的奴隶生活，他们欢喜雀跃，期待新的自由人生。但不久后，他们在红海边停下，前面是无法越过的大海，后面是逐渐逼近的埃及军队。这群刚经历神大能的百姓，此刻又陷入极度的恐惧，开始埋怨摩西：难道埃及没有坟地？你带我们来这里死吗？就在这令人窒息的时刻，摩西却说出一段令人难以置信的话：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。出埃及记14章13节。当百姓还在疑惑和焦虑中时，摩西举起手中的杖，海水分开，一条干地出现在他们眼前。结果以色列人安全度过，而追赶的埃及军队却被卷入海中。他们不仅目睹了神的拯救，也明白了这场事件的属灵意义。神不仅带他们出埃及，更是他们的战士与保障。这段历史提醒我们，在生命的困境中，眼前的问题或许看似无解，但神的作为超越我们的想象。神从来不会让我们孤军奋战，他的拯救是全面且信实的。正如摩西所说，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，你们只管静默。再来思想这段经文对我的生命有何提醒呢？神是否在我的困境中也有分开红海的计划呢？是否有无法理解的时刻，最终成为我信仰的转捩点呢？结语：历史书记载的故事，也许与我们的时代相隔数千年，但其中的属灵教训仍然活泼有力。从红海的分开，到所罗门的警戒，从使徒行传中的传道事迹，到列王纪中的兴衰，每一段历史都在提醒我们，神是掌管一切的主宰，他的旨意永不落空。当你再次读历史书时，记得问自己：我如何从这段故事中看见神的作为呢？如何让这些属灵教训成为我信仰路上的指引？